杀了平津侯，就是我活在这世上唯一的目的。被仇恨蒙住了双眼，是报不了仇的。就算平津侯在你这一计中丧命，你也没有机会再施展第2计、第3计了。恩公的意思是，我要是告诉你，你的仇人不止平津侯一个，还有其他人呢？我在京城打探多年，了解到当年蒯家灭门之事的幕后主谋，除了平津侯之外，还有另外2个人。这3人要抢夺你父亲从东夏带回来的那样东西，所以你的仇人不是1个，而是3个。恩公，我在平津侯的密室里发现一条铜鱼。铜鱼是灭门当晚我亲眼见到他从我父亲身上拿走的。但在我的记忆里，有3条这样的鱼连成一环，也就是说，有可能是他们3人1人拿走了1条。他们是谁？一个是当朝司礼监掌印太监曹敬贤。曹敬贤大权在手，自然横行无忌，经常罗织罪名，陷害陈宫，清除朝中政敌，壮大自己的势力。平津侯放纵渠交，凌钱杀人，你可知言官们弹劾他的奏本，为何都进了侯府？是曹敬贤给压下来的。他们俩里应外合，官官相护。那另外一个人是谁？这些年，我一直好奇一件事：原本没有交集的2个人，竟然在一夜之间结成同盟。10年前，平津侯从东夏返回京城，当晚，他和曹敬贤都离开了各自的府邸。第2日，蒯家就遭遇了灭顶之灾。我想，他们一定是去见了第3个人，但这个人藏得太深，我一直找不到有关他的线索。你方才说的铜鱼，验证了他的存在。请恩公告诉我应该怎么做。如果是我会折服，静待时机。对不住，恩公，我办不到。看来高明没有好好教你如何沉住气，让你的心乱成了这个样子。恩公，您高看我了。为了杀平津侯，我蛰伏了10年。本以为自己已经成功接近了他，只需最后一击，就可以功成事遂。但现在，非但没能得到他的信任，还多了2个仇人。每天夜里在梦中，我都会见到我父母渴望的眼神。我活在这个世上的每一日都是煎熬，不想让他们等太久。然而我最怕的不是等，而是我穷尽一生也无法报仇。你当然能以匹夫之力成于一击之间，但平津侯一死，另外2个人会立刻知道。你再想接近他们，绝无可能。你是杀了平津侯，功成身死，还是忍小愤而救大谋？自己权衡吧。
大人。庄大人，下官拜见赵大人。往后退点。啊？啊。别见怪，这个宅子是皇上多年前赐下的，如今难免有些破旧。连这种事儿还要劳烦赵大人，是营善司的失职。是我没有上报朝廷，何来失职？老爷慢点啊！听闻你对建筑法事颇有研究，我倒是班门弄斧了。大人连修屋补瓦的活儿都亲力亲为，暂还受教了。跟我来。赵大人，这就不用看了，我知道里面的问题并不是你造成的。可惜楚怀明已经死了，这个账簿再怎么对，那些贪墨的银两也找不回来。大人明察秋毫。是要明察秋毫，做官只知道低头看地，不知道抬头看天，只怕是要撞墙了都不知道。大人这句话的意思是，内阁这几天收到了不少参你的奏本，你知道无形当中得罪了多少人吗？有这么多人想要参我，但我却一点没受到影响。下官想，或许是这些奏本里写的都是无端的谩骂吧。不管那些人说的有没有道理，做官的天天被人参，等到奏本堆成了小山，你无罪都变成了有罪。大人提点的对，但下官斗胆一问，依大人之见，为官者对于那些显而易见的不平之事，难道就只能作弊上官吗？水至清则无鱼，人至察则无徒。如果你只是逞一时之快，想在官场上立威，倒算是个好手段。但如果你是打心眼里想革故鼎新，这样做就大错特错。下官不明白，还请大人赐教。你入官场是凭京侯举荐的，年纪轻轻就做上了五品监正，所以很多事情你都不懂。你想让青天剑变好，这想法没错，但你别忘了，青天剑过去的很多事情都是为了皇亲国戚而做。不管是什么样的人，是多大的官，只要他们的所作所为有违大庸律法，那下官都不怕得罪。下官会继续查，都担请大人相助，将他们一一惩处。内阁收了你的名单，你是风起云涌，先查谁，后查谁，谁被杀，谁流放，有些事看起来是表面功夫，
背地里不知有多少股暗劲儿在较量。你贸然搅动这汪池水，就没想过会有多少浑水摸鱼的人吗？下官要的正是如此。若朝堂上都是些明哲保身之人，那这份名单递上去，不会引起丝毫动静。但若他们自以为可以利用这份名单来大做文章，相互攻讦呢？若这份名单无机可乘，那么谁来替朝廷做这惩奸除恶的好事儿呢？若能合纵连横，厘清其中的派别，借力打力，分而治之，你在你的位置出此下策，便情有可原。这恐怕不是平静侯的意思吧？否则楚怀明在的时候，早就这样做了。你投靠他，就是为了这一天？那我就多言一句。官场险恶，做事之前先做稳。想整顿吏治，必须先保护好自己，因为越高的位置，能做的事情越多。在确保你想做的事情一定能实现之前，先走到那个位置去。下官受教了。至于这账，就引以为戒吧。老爷，时辰到了，您今日要到内阁议事的。更衣。是。哦，藏海，这个宅子好些年了，住着习惯。既然你来了，外面的瓦片就帮我补一补，可好？大人尽管放心。老爷，哎，这柄瓦刀有些钝了，劳烦你再拿一把新的来。啊，对了，顺道再拿一些新的瓦片和白灰。是。布政司呈上来的字呈带了吗？啊，您之前没吩咐，都在书房放着呢。官府。
爷您慢点。藏海呢？老爷，藏大人让我去拿工具，刚才还在这儿呢。你在这儿做什么？大人，我在问你话呢。你不是应该在前院修补瓦片吗？回大人，方才在前院的时候，有一位小厮跟我说，书房时常感觉阴冷，但又不知是何原因，想让我过来看看。是吗？那你都看出什么了？下官仔细看过了，不过就是年久失修，有些漏风罢了。破损的地方又恰好被书架挡住，不易察觉。正如大人所说，下官对建筑营造略知一二，想着既然已经来了，便尽力着手修补。没有问过大人的意见，是下官冒失了。那让你费心了。不过，书房里都是国之机密，干系重大，你贸然进入，看到了什么，做了什么，此刻都很难说清楚。刚才你说，是有一个小厮领你进来的，那人呢？方才下官进去的时候，他人还在外面看着。老刚，在。把府里所有的小厮叫到这儿来，让大人一一辨认，看看到底是谁把他领来书房。一旦查出，严惩不贷。是。老爷，都在这儿了。向大人，好好的看看，是哪个小厮？找到了吗？回大人，下官也是第一次见，实在是记不清了。无妨。你不记得他，他却一定记得你。你们今日有谁见过这位大人？又是谁说书房阴冷，请他来看的？既然都不承认，就一起受罚吧。大人，那位小厮也是一片好心啊。既然安葬大人这么说，到底是谁？说出来，保证不受罚。不过，话又说回来，这些人跟了我多年，都知道府上的规矩。若是你跟我说谎，根本就没有这个人呢。臧大人今日究竟为何而来？要是说不清楚，恐怕咱们就要换一个地方说话了。爹，
是我叫他来的。爹，你的书房旧成这样，我总是觉得冷飕飕的，还害得你常年头痛。既然臧大人说他是青天剑监正，我便请他过来看看。我这才刚离开没多久，老远就听到你在训斥下人，居然闹出这么大动静。你叫他来的？他说是一名小厮。爹，我当时刚从外面回来，还是男子装吧。倒是他，居然把我认成了一个小厮，当真是该罚。还请小姐恕罪，是下官眼拙，确实多有冒犯。当真是你叫他来的？我与他素不相识，我为何会替他说谎？原来是一个误会。既然如此，你就踏踏实实的把书房修好。赵刚，老爷，陪好臧大人。是。贞顺9年8月20日，也就是我家出事前，赵秉文是户部员外郎，朝廷命他去越州赈灾。所以赵秉文在你家出事那一夜，根本就不在京城。嗯，没错。越州离京城路途遥远，一来一回，大概需要20日。谨慎行事。我去查一下当地的县志，若是能对照上，那赵秉文就不会是第3人。这查着查着，线索又断了。哎，也不是全无收获。你这不还知道了香小姐身边那个八公子是户部尚书的女儿吗？这富贵人家的孩子就是不一样啊，不好好在家待着，跑到枕楼去当说书先生。我爹要是户部尚书，我整天啥事儿不干，每天东奔西走的去征税，天天从别人手上拿银子，那是啥感觉呀？师傅，快醒醒，别做梦了。哎，不过我有一事相求。您之前开书坊的时候，可有见过什么珍奇的画本？我想给他送过去，以表感谢。画本，我倒是有一些老朋友手里收藏了不少。不过你不觉得你谢错人了吗？你和八公子没什么交情，人家凭什么帮你啊？你好好想想吧。臧大人真是神通广大，韩擒虎画本，我寻了许久都没有找到。那日在赵大人面前，多亏了八公子解围，今日送些画本过来，以表感激。臧大人客气了。真是没想到啊，枕楼的八公子，竟然是赵府的千金。怎么？赵府的千金就不能身居望月阁的幕后？我不是那意思，只是赵小姐可以瞒天过海，扮作说书人，将天下之事说与百姓听，在下实在是佩服。好了，这画本我就收下了。今晚我就讲这些吧，得赶紧去背一下。臧大人，赶紧去聊正事儿吧。大人，我奉命来看看臧大人，他人呢？臧大人在坟冢里呢。好。
比我上次来有些进步，但离完工还差得远啊。哎，臧大人，那天曹公公的家宴，你怎么没有来呀？是太忙了，还是说大人瞧不上，根本就不想来？陆大人哪里的话，曹公公的家宴我哪敢瞧不上啊？只不过是最近连日繁忙，把这事给忘了。没关系，还有机会。曹公公下次家宴定在5日后，你再来便是。不必陆大人费心了，眼下本官只想尽心尽力完成大将军的葬仪。大人真有这么忙吗？是。原本我来是要把公公这封信交给你，能保你逢凶化吉、荣华富贵。可既然臧大人实在不愿意领情，那这封信就与你无缘了。每年重阳，臣子们都要到先帝陵前祭拜。傅大将军再劳苦功高，修建他的坟冢也不能赶在祭祀先帝的时候吧。所以，这葬仪得赶在重阳节前完成呀。臧大人，您别不当回事儿。陆大人是在提点我，还是在威胁我？我怎么敢啊！您是五品大官，堂堂青天监监正。我就是顺嘴一说，没有半点别的意思。只不过，眼瞅着重阳节离现在只剩不足1月了。大人这段时间想吃点什么，吃点什么吧。这位大人，别在这假惺惺的了。本来人手就不够，现在还要缩短工期，谁不知道这是曹公公在故意刁难我们？你他娘在这装什么好人？这位是……大人莫怪，他是青天监的武官平一郎。知权，不可在此胡言乱语。武官平一郎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真是失敬。我竟不知这工匠居然还是个8品大员。哼，石大人虽称不上在朝为官，好歹在青天监也有个一官半职。我想请教大人，污蔑司礼监掌印太监是何等罪名？大人莫怪，石权他没有那个意思。石大人方才说的，我听得一清二楚。要不然，我带他回都尉司，跟曹公公当面说。你吓唬谁呢？有本事带我去皇上面前说！主任，他可是朝廷命官，可不是普通工匠。你若敢在先帝陵旁动武，被皇上知道了，治都尉司大不敬之罪，恐怕到时没有人救得了你。石权，还不快给陆大人道歉！石权出言不逊，给大人赔罪。还请陆大人海涵。曹公公那边，我会认真考虑的。那行吧，看在臧大人的面子上，今天就饶了你的狗命。臧大人，我还有件事想问问你。我有个弟弟名叫陆晋，你知道他是怎么死的吗？多保重啊，臧大人。来，快起来。没事吧？没事。大人，让我们在重阳节前完工，怎么可能？就算每天不睡觉也做不到啊！
平津侯强壮凶悍，如今我已是他的心腹，但要杀他仍不容易。我也可以让平津侯作茧自缚，他本就功高不赏，极易引起皇上的忌惮。曹敬贤狠毒阴冷，一直对我怀有敌意。如今他与平津侯嫌隙已生，相互猜忌。若时机得当，便可引他入局，二者相争。但人算不如天算，难保不会出现变故，必须有充分的把握。更何况那第三人隐在暗处俯瞰全局。无论如何，还是得先让平津侯和曹敬贤斗起来，唯有两败俱伤，局势混乱，方能引第三人现身。应急之时，便是我反击之刻。大公子，您怎么亲自来了？请坐。你说这话可就见外了，藏海。你是我爹举荐当的青天剑监正，你这于志的宅子都是他给你选的，怎么我就不能来了？大公子哪儿的话呀？您要是有事找下官，吩咐个人过来传个话，下官自会去找您的。前几日你求我办事，我没能帮得上忙，这心里还真是过意不去，好几晚没睡好觉。大公子夜不成寐，原来是心里惦记着下官啊。坐吧。我今晚来呢，是听说曹公公让你赶在重阳节之前完成工期，这又是难上加难啊。我在公公面前倒是能说得上话，所以想着替你在他面前美言几句，让你到时候不至于丢了乌纱帽。哎呀，这也太劳烦大公子了，实在是不必了。哎，你是从侯府出来的，怎么说，咱们都算是自家人。你有难，我总不能见死不救吧？您都说了，我是从侯府出来的，那我就更不能连累大公子去替我说情了。况且，这傅大将军的坟冢已经交给下官负责，也不是说个情就能解决的。行了行了，我就跟你明说了吧，你把账本给我，我替你解决。账本？对呀，这重阳节可马上就要到，你又要缩短工期，哎，现在可不是你多要几名工匠就能解决得了的。大海。我今天既然来，就是替你想好了法子的。只要你把账本给我，我保证你可以按时交差。按时交差？大公子，莫非是有什么通天的本事吗？你也不用立刻答应我，先好好想想。反正我今晚也没什么别的事。你这个院子景致倒是不错，我四处转转，等着你。哎，大公子，就按您说的办吧。好了，别送了，那咱们可说定了，明日我就到青天剑
找你拿账本儿。随时恭候大公子。小海，你真打算把账本给他呀？不管他想什么馊主意，这坟冢最后一定修得没问题。他背后有人撑腰吗？可你想好了怎么跟平津侯交差了吗？我之前是想使劲拖他几番，一旦平津侯问起罪来，至少是庄知府纠缠不休。不过我觉得这样还是不够好。臧大人，敢问有何高招啊？哎，不是你站住！哎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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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腿没事吧？你个臭小子！你这骗人的能耐咱且不说，你这卖关子的本事倒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啊！小海，之前修宫殿那些工匠们回来了。应该不止他们吧？你怎么知道的？哎，还跟来一批老工匠，20多个呢。还有吗？有，他们都推着车，车上堆满了雕花砖，还有2车的木料和石材。此话当真？千真万确。庄知府近来常常出入藏海家中，由他出手相助。工部竟然为藏海大开方便之门，料得重阳时分，藏海就能完工。难怪之前藏海有恃无恐，不肯归入咱家麾下。原来他早就想好酬劳了。庄知府这个蠢材，竟然敢跟义父对着干！你都说了，他是个蠢材，兴许他连这件事情是咱家为难藏海，他都看不出来。义父，这个藏海不识抬举，2番笼络都不成，那样东西的线索，咱们该怎么办？你说这件事儿，庄如隐知道多少啊？庄如隐，先不要轻举妄动，让咱家再试上一试。义父的意思是？庄知府这个人唯利是图，他掺和进来，银子上一定是少不了猫腻的。庄如隐平生最恨的就是被主之人。藏海为了保全自己，把庄知府拉下水，要是被他知道的话，藏海必死无疑呀！想办法让庄如隐知道他的人干的好事儿。爹，您找我？跪下！跪下！爹，庄知府，你现在长本事了啊！连给傅知松修坟的银子你都敢贪？啊，爹，我没有啊！啊！你还敢对我撒谎？爹，我就是换了一些材料，但面上的东西都没有动过手脚。只要藏海能够按时完成葬仪，是没有人能发现的。这是什么？你自己看。对，你贪点银子也就算了，
居然蠢到被人发现，连谈都谈不好。侯爷，我儿知道错了，您就饶了他吧。你还有脸替他说情？把他惯得不知天高地厚。我告诉你，如果藏海完不成藏医，那户部和礼部都会彻查。你以为将材料依次冲好，再在账目上做些手脚，别人就查不到了吗？那我问你，我是怎么知道的？爹，我儿子知道错了，儿子以后再也不敢了。现在怎么办呀？啊，您得想办法救救儿子呀！都是那个藏海，爹，是他非得拉着儿子这么干的呀。要不然，咱们把他推出去，把他推出去交差吧！啊，银子落在你手里，把他推出去有屁用？侯爷，您消消气，您别气坏了身子。可是福儿这事儿，您还得帮帮他。要想不栽别人手里，趁早把自己犯的错全擦干净了。不仅要把动过手脚的材料全部替换掉，还要把你贪的银子全吐出来，去财库把不够的补上。知道了。